双言衣带断，直指不得节。这句诗里面没有一个冷字，却把人移动成了棍子。除了靠抖生热，你还可以选择取暖器。那么取暖器有哪些类型？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？咱该如何搭配取暖器才能既省钱又能全屋制暖？这期视频告诉你。干货不要钱，只要一键3连。首先，按制热方式，电暖器分为2类，一类是自己通电发热，如小太阳、暖风机、欧式快热炉、踢脚线、电油汀、石墨烯取暖器，通过内置碳纤维、发热管、铝片、导热油等导热材料，把电能转化为热能。一类是热量的搬运工，比如制暖的空调，外界的冷空气进去，压缩机制热，再给屋子里面吹暖风。按照取暖的范围，以上的电器可以分成随身暖和随意暖。判断电器的取暖范围，老夏有个直观的方法，咱们打开商品的详情页，看看场景照。如果是和腿同框，或者是只看到床和沙发的一角，那么这些大多数都是随身暖，人到哪儿它暖到哪里。如果机器的场景照可以看到整个房间或者客厅的话，那它就是随意暖，理论上一个空间都没有冷的死角。我们一样来说，小太阳，这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取暖器，通电以后发射红外光辐射热量，再通过反射罩聚集，价格一般在100块钱以下，比较适合租房过渡使用。离得越近它就越暖，简单粗暴。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一是它必须粘着你，不然离个2米它也暖不着；二是光照高不利于褪黑素的分泌，人容易失眠；三是它不安全，加热的时候小太阳的中心温度可以达到600度，一旦倾倒碰到衣服被子容易发生火灾，所以人总必须断电。除此以外，每年冬天都有人因为小太阳而被烫伤送医院或者意外发生，咱是过日子的人，千万不要拿命来赌，无论多便宜，老夏我都不建议买小太阳。暖风机其实是可移动风暖浴霸，工作的时候导热材料通电发热，风机转动把风卷进来，经过发热的导热材料再吹出暖风。与同体积同功率的小太阳相比，它的供暖范围更大，3米以内是没问题，适合洗澡、换衣服等使用时间比较短但有一定使用距离的场景。按照使用场景还分为立式风暖机、桌面风暖机以及暖被机。立式风暖机适合家中局部取暖，桌面风暖机适合办公取暖，暖被机则适合单身狗暖床。它们的主要作用则是点对点取暖。老夏我在这里提个醒，如果你洗澡的时候需要用上暖风机，那么暖风机一定要有防水性能，一般是 IPX2、3或者4，价格分别是200以下、200到300、300以上。咱们不考虑预算的，建议直接选择 IPX4 更安全。说完安全性，咱们再来说说暖风机的导热材料。目前暖风机和欧式快热炉主要导热材料有3种：石墨烯、陶瓷、电热丝。排序越前，导热效率、使用寿命就越好，价格也越高。在这里老夏我需要解释一下，石墨烯虽然拥有比陶瓷、铝片更高的导热效率和更长的寿命，但它只是一种覆盖在这2者上面的涂料，其实只是锦上添花的花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并不存在纯石墨烯发热的电暖器。咱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别，他们工作时的噪音往往比较大，所以不太适合睡眠的时候使用。说完随身暖，咱们再来说说随意暖。相比随身暖，随意暖更适合陪伴大家度过冬天。踢脚线、欧式快热炉工作原理都是加热底部的铝饰片，使空气形成对流，这种方式可以使整个房间暖得更快，制热的温度也会比较均匀。有部分型号还会在铝饰片上加上石墨烯涂料，进一步提升制热的效率。因为技术的加持，导热材料的增加，比暖风机有更大的供暖范围，可全房供暖，而且它的制热温度比较均匀。但是它们的共同缺点是，一旦关机不到半小时，室内的温度就打回原形了。而油汀取暖器则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缺点，它的内部充导热油，通电后由电热元件加热导热油，再通过散热片散出热量。虽然它的加热速度不如前面的暖风机和小太阳，但是空气中的温度会更加均匀，而且导热油的保热性很好，即使关机1个小时，室内的温度也没有明显的下降，适合午睡、看书、工作等场景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问，为什么没有适合晚上睡觉的？老夏也想说，有，但并不是上面说到的电暖器，因为它们都是靠自身发热来供暖。除了小太阳外，其他的电暖器功率大多都在2000瓦以上，开一晚上10几度电是跑不了了。所以老夏建议晚上睡觉咱们还是用能够制暖的空调比较好，它通过压缩机制热，功率比电暖器高1000到3000瓦，耗电量往往也只有它们的1/3。当然，空调的匹数和使用面积有关，最好对照表格进行选择，或者是直接咨询客服。那么取暖器该怎么搭配使用呢？大家可以从人口、预算、生活习惯、房子等情况进行入手。老夏我建议自己的房子，咱们在卧室安装对应匹数的空调。对于被子捂不暖的人，可以补一个暖被机，睡觉前插入冰冻的被窝进行加热，等你钻进去的时候，就有温暖的春天。20平以下的封闭小客厅，踢脚线、欧式快热炉、油汀取暖器就够用。20平米以上客餐厨打通的，安装对应匹数的制热空调，在空调的对角增加个空气循环扇，帮助暖气跑暖整个空间。家里面有老人、手脚冰冷的人，咱们可以再补一个落地暖风机，洗手间可以装风暖浴霸，或
或者装壁挂式的暖风机。如果是租房族，房东又没有装制热空调，咱们可以选择欧式快热炉或者踢脚线，搭配暖杯机，既可以取暖，也可以作为小型的干衣机使用。预算稍微充足的，可以把踢脚线换成油汀取暖器。对于住宿舍的学生党，老夏给出的建议是，只要功率低于2000瓦，不发光，能防水，符合国家3T 认证的小型暖风机就可以买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很心急，想知道买哪个好？别急，老夏我先分享一组有趣的数据。在2023年双11电暖器销售下滑的大环境下，均价100到300的暖风机、油汀取暖器逆风增长，而600以上的2个价位段，踢脚线和欧式快热炉仍然是老大。造成的原因，老夏认为有3。第一个，与踢脚线相比，暖风机和油汀取暖器在达到同样的取暖效果做到了更低的价格。第二个，基于第一点，越来越多的人安全意识提升，更愿意加钱为安全买单。第三点，3年疫情的打击对有消费能力的人影响有限，他们依然买得起最贵的。基于上述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得出电暖器适宜的价格区间，暖风机100到200的可以选择海尔 HN1509，这是租房党和宿舍党的底线，毕竟安全是第一位。最高1500瓦的功率，放哪里都不怕。PTC 陶瓷加热，寿命更长，带3档的调节，夏天还能当个循环扇使用。能形容它高性价比的词，全是广告法里面不允许的。想在浴室用，选 HN2012，能防水，还能摇头洗澡，不怕感冒。此外，预算非常足的朋友可以看看瑞武这个品牌，他们专注大户型可移动取暖器，价格呢在1000块钱以上，但依然有过超1万的评价。油汀取暖器200到300。咱们可以选择美的的 NY2513，13片专利的镂空散热片加持，能为25平米的房间无死角供暖，而且都是旋钮，很好操控，还能充当小型的干衣机和加湿器。最大功率呢2200瓦，租房党也没有任何压力。先锋的 DYTZ2 与美的的大撒网相比，先锋自1998年以来都专注于取暖器和电风扇，它的 DYTZ2 能在大牌云集的双11争到出头的位置，属实不易。功能与美的 NY2513无大差别，散热片呢都是13片，但是价格更便宜，你会选它吗？踢脚线取暖器300到600，咱们可以选择爱美 T 的 WD22A18，专门为母婴人群而设计，具有肤感防烫技术，就算把脚放在上面也不会被烫伤，而且还会根据室温调整功率，无需人手动操作，很方便。评论区里面普遍的赞美都集中在很安静，不用担心烫伤，家里面有宝宝的可以考虑一下。美的的 HCU22VRS 最大的特点是支持180度折叠，更加节省空间，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变换造型取暖，无风感，还不会让你越吹越干，适合敏感人群。欧式快热炉400以上，咱们可以选择爱美特的 HC20K1，机身只有6厘米厚，可以收纳在缝隙中。除此之外，开机5秒速热，还有4级防水功能，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暖暖和和的，而且洗澡后还有烘干衣服和浴室的功能，防止细菌滋生。自己的屋子用可以，租房用也香。最后就是空调的选择，前面的视频里面也有介绍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选择。老夏建议卧室就装挂机，客厅就装柜机或者风管机，既能实现冬暖夏凉，又能比电暖器省下至少2/3的电，而且无需四处搬动，也没有收纳的烦恼。表格我放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